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思南县，在县城边凤凰村的大山悬崖上，我们看到了特别惊奇的一幕：悬崖上发现一栋特别显眼的绿色房子，镶嵌在崖壁之间，非常的险峻。房屋面朝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谁会把房子修在这么高的地方呢？上面会有人居住吗？我们上去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的下方，目前整个崖壁呢是被这个浓雾笼罩啊。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从这个地方步行上去应该是要走1个多小时。我们慢慢走上去吧，应该到时候雾就会散去了。看一下这个云雾已经会开始慢慢的散开。这个房子应该就在这边的崖壁上啊，还要走好一会儿哦。好一会儿，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吧。今天比较遗憾的是有雾啊，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周围的环境啊，要不然的话，这边整个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之漂亮的。真的是登高望远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崖壁角这里啊，看到这里一大片的平地。这边呢就是凤凰村啊，车子可以开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开到这个地方，然后步行呢上来就可以到达这个悬崖上。这边就是房子所在的崖壁。我们现在要走哪里吗？这个崖壁缝这里上去，然后从我头顶上这里应该有一个步行小道过去。这个陡不陡？哇，我们现在是在2个崖壁之间穿行，非常的险峻。来看一下这里，很狭窄的一个通道，而且是笔直的向上攀爬。因为今天在下毛毛雨啊，路面也比较湿滑。看一下，就从这个巷道上去，然后从这边步行到崖壁的中间。哎呦，又把我整摔一下啊！嘿，嘿，嘿，看一下这个路啊，真的是非常的险峻啊！哇，太累了，从这个悬崖下爬上来，现在是满身汗。到了这个三岔口啊，往这边这里过来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山门的位置了。从这个门过去呢，就不远了。这个门应该是后来修的啊。哇，这里就是一条崖壁小道，从这里过来，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就要特别当心了啊，因为下边都是这个万丈悬崖，对不对？幸好呢有这些树，还有就是今天呢，因为是大雾的笼罩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下面的一些场景，可能这个感觉走起来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一点。这边过去应该不远，就是那个房子的位置。哇哇哇，已经看到房子了。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也太神奇了吧！我们看一下上方的悬崖，它实际上是往外面的，也就是它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是一个内凹的一个位置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石头上还画了好多字。走到这里之后呢，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这个废木料，有可能啊，以前这里这一片都是这个木料撑起来的，只是现在呢，好像拆了一半了，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哇，来看到这个边上这个石头啊，就放在这个崖壁边上啊，有点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可能脚好像稍微动一下，它就可能下去啊。我们走到这里呢，其实这是一个寺院哈，它不是住人的。
这个中间这里啊放了很大的一个石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哇，这里还早有一个孔，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啊。这边也有一个孔，这里呢是这么一个像一个令牌的这个印记的感觉，这个可能有一些解释吧，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我的这个右侧呢，因为是一些佛像啊，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个拍到啊。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险峻的环境啊。今天呢，因为是大雾啊，直到现在这个雾围还没拆开，像这些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险峻。然后你看这些石头，它都是靠在这个边上的，仿佛我们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掉下去。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石头挡住呢，其实你是不太敢走这么边的。我们总感觉它是可以替我们挡一下的，是吧？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崖壁。这个崖壁呢，它是一个内凹型的一个崖壁啊。这里呢也有一堆木材，然后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也有一堆木材。这2堆木材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拆下来的。也就是以前这个房子呢，它可能很长哈，从那边开始一直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都是这个房子。只是后来呢，可能拆掉了一部分。或许在远古时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人居住过，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守这个寺庙嘛，对吧？那么我们目测发现这个崖壁呢，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这样子，可能是人工后来开凿过来的。可以看到崖壁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缝隙，包括这些石头呢，也是人工开凿过来的。哇，这个也是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因为这个房子已经建了几百年了，对吧？那以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机械的设备啊，都是手工开凿过来的。能够从这个地方做这么宽的一个通道过来，还在这里建了房子，你可想而知这个要多大的一个工程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险峻。这里是200多米高的一个崖壁，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得不佩服啊人类的巧夺天工。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在贵州黔东南丹寨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村庄。一条河流呈 S 形环村而过，将村庄呢分为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啊都是3面环水，1面靠山，真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呀。大家好，现在我在丹寨县的石桥村，看到这条河流没有？蜿蜒曲折的环村而过，真的非常的美。那我们今天到这个村里来干什么呢？并不是带大家去逛村子啊。这个村中呢，有一项遗传了几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什么呢？古法造纸。而且他们这个非遗的造纸基地呢，是在山洞中。大家是不是很好奇，造纸为什么要选在山洞中呢？而这里流传了几百年的造纸工艺，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和疑问呀，咱们今天就去山洞中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穿洞的位置啊，这里有路牌，里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一个穿洞，这里呢还立了好多的标牌，包括这个教学的实践基地啊之类的。好像没造纸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纸张，这挺漂亮的哈，看去呢栩栩如生。这个书说呢，这里现在没有造纸，在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看看这个里边啊，非常的漂亮，一条暗河从这里边流出来，特别的美啊，特别壮观。上边呢还有很多的石笋。那么他们的古法造纸呢，这里就是工作区啊，这里一个山洞的洞口。那现在呢，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去造去了。这里呢
这里呢也不是仪器啊，这里可能也在造，因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好多的工具都在这里的。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哈，川洞这儿现在暂时没有造纸，别的地方有在造，我们去找这个造纸的地方去。这个在纸里边好像有人造纸，咱们去看看。那写有一个纸字，我估计他们家在造纸啊。这边这个怎么感觉像民宿啊？外边那么多空调。哦，这边就在造纸。啊？看一下吗？啊，可以看。这是属于小型的造纸是吧？啊，对。你们是学生吗？啊，对，学生。就是实习的。啊，对。你们这个有完整的工序吗？就是这里的话。有啊。可以讲解一下吗？小吴，你跟他说一下，我们去抬这个桌子。去抬啥呀？抬桌子。需不需要帮忙？嗯。一般我们就是先采构树皮嘛，然后这就是裁好的构树皮。啊。因为它可以晒干了以后，这些构树皮是可以长时间放的。然后你要用的话，你就拿一些，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去。是已经煮好的，然后。啊，这里是煮好的。嗯。就是用那个干构树皮，第一步就在这里面煮是吧？也不一定是用干构树皮，它晒干是因为好存储。经常有人来研学嘛，你不可能一有人来你再上山去砍，所以一般都会这些构树皮都是应该是买的。煮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草木灰漂。草木灰。就是里面有碳嘛，吸附，然后它就会变干净变白。然后弄好以后就会打成纸浆。它打好以后，打碎了以后，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药水，就是因为纸浆嘛，它打好又像棉絮一样，像棉花一样是一团一团的。对，把它那个驱散开，它就会加那个药水。那个药水一般都是那种芦荟啊、仙人掌这类都可以，大概就成这个纸浆，然后就可以操作了。哦，你拿这个就是小的这种。对，小的这个可以下。啊，这里呢就是你们学生搁这儿研学用的。人少的时候。啊，这里边都已经有了是吧？对，就是那个。这样弄出来晒干就是纸了。是，但是我们一般来研学，他要马上带着嘛，然后就会用那个机器来。这些就是你们自己弄的吗？那这个颜色是怎么上去的呀？这个是那个大漆你们把那个大漆弄在水里面，让它自然的流动。你感觉图案已经不错啦，可以了，你就可以把纸覆盖上去，然后拉出来就是这个。等于每一张都完全不一样的。对，每一张都是不同的。这个卖吗？多少钱一张？1张都40。那这个主要是他们买去是干嘛的呀？他们买的是画是280。哦，就是主要买画。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这做废的，不用管它。这废的。废的。你这些都作废了吗？这些？这是好的，这废的。这个是废的。啊，这个是你刚才外面那个模具是吧？对，就是那个12星。你这种写字的话就不行吧？这我觉得主要是用来装饰的。主要装饰啊。这个崖壁下呀，也有一排造纸的工坊，咱们到这儿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的呢是他们学生搞这个研学的那种小的地方。你像这边的造纸的话，就是专门造来是要出售的，以纸为主的。看看这个造纸工坊，就是建在这个崖壁的下方。哦，这个就一张一张的造好了。这个会自动分层的吗？自动分层哈。
这个可多，这坡的这我得亏损啊，这亏是。哦，老人家就在这里清理这个。哎，清理这张。这个是泡过的是吧？这个是煮过的。煮过的。对。那你要清理什么东西出来啊？清理渣子嘛。渣子哈。哎，清理不好的这些。哦，就那种有烂的。烂的。这个就不能要。哎。这个是外面的皮哈。啊，这个是干豆皮拿来煮过的。煮了之后清理一遍呢，就给它打成渣是吧？哎，打成浆啊，没得再给啷了。啊，打成浆之后就是他们那里在弄那个。哦，这样子贴在这里的。它外面那个弄好之后，就是半干的时候来贴上面吗？是。像这种纸的话，拿去卖大概多少钱一张？几块钱一张。它主要拿来做什么呀？这个纸，写字吗？2条流水线，就是专门拿来烤纸的。那么他们这个从那边池子里面把那个纸弄出来之后呢，就稍微干一下呢，然后一叠呢就放在这里，然后一张一张的撕来贴在这一块加热板上，然后呢再烧火把这里弄干呢，这个整个工序呢就算完成。那烘干好的皮纸呢就在这里一扎一扎的。像这里的话就是正儿八经的造纸的一个工厂。那么石桥村造纸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古法的造纸工艺呢直到今天呢都还在传承。现在呢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技艺。我们虽然看到他们的步骤并不复杂，就是用干的构树皮或者湿的构树皮煮熟之后呢，然后再进行挑选，再进行捶打之后呢，放在水里面进行溶解，然后来做纸出来。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工序，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细节呢，都可能导致这个纸的品质呢出现较大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操作的因素啊，对纸张最终的品质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这样弄纸出来的师傅呢，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师傅。我们特别欣慰的是，看到了现在的大学生呢，也在来从事这一项工作，可以说看到了2代人的这个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技艺呢，都在不断的延续，给保留下来。但这里呢，远远不止造这一种纸哈。据他们的记载的话，可以造10种不同类型的纸。所以说，这个造纸技艺啊，是非常非常的精湛的。石桥村造的纸呢，还被国家图书馆、文物馆呢用来修复唐代啊、宋代啊、元代这些时候出土的文物古迹。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画家、书法家呢，也会用这里的纸来写书法和画画，因为这里的纸写的书法呢，可以保存千年不坏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到石桥村，感受一下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艺。对面全是公务车，看到了吗？过去有6、7辆吧。我从那边看到车子之后，我就跟着过来。我现在马上去到团集村去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公务车上正在下来人啊，已经到那个团集村了。大家知道是哪里了吧？就是黄大发他老人家他们这个村。就是大发天曲这边哈。你过来好久了？我刚刚来呀，我看到很多车过来，我就跑去过来耍哈儿。那个谁跑不得了哈。还有场子那个。进去那个地方的政府啥子来参观学习，对不对？好多人，大家看一下，这里都是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地方政府到这里来学习的。看一波接着一波，车子也非常多。我们进那个纪念馆去看一看啊。
这个叫什么？大家看一下，是以前的风钻机吗？布鞋、草鞋，其他的不稀奇，应该都看过。你们老是把那个红旗曲和大发曲搞错。这里看一下对比啊，这里应该是还原了当时那个村民没有水喝，然后很多村民一起只在一口井里面舀水哈，大家排队看一看，这就是水井嘛。我给你们看一看，这是党员干部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看到没有？今天好多人在这里来搞党建、搞学习，干部啊、党员呐、很多人吧，什么各种机关的，应该是好几个地方县城的人吧，咱也不去问了啊。因为大家看到，刚才我给大家拍了嘛，上面也看到了，就是这里的话已经定为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哈，就是基本上好多地方的政府啊都要到这里来学习。这个是指定的哈，就是应该是贵州省指定的，我不太清楚。上面大家也看到了那个牌子上面有写哈。当然咯，也欢迎大家到这里来玩。即将就是遵义到仁怀的一条新高速路呢，已经开建1年了，应该在2年之内呢会建成。那到时候呢，大家到这里来就很方便了哈，就直接从遵义上高速的话，到这里就是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很方便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重庆合川三庙镇有这么一处地质奇观，一块大石头压在一块小石头之上，千百年来经历风吹雨打，它依然纹丝不动，哪怕是8级的汶川大地震都没能给它震下来。当地人称它为斗牛石。关于斗牛石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在远古时代，天上一头神牛下凡人间，来到此地，不断的去糟蹋百姓的庄稼，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村里一个小伙叫做秦朗，为了降服神牛啊，孤身一人拿着绳索上山套牛，经历重重困难啊，殊死搏斗，终于降服了神牛，把神牛拴在了山上的一棵树上。这个神牛不断的挣扎，绳索呢就被越勒越紧，它的脖子被勒得越来越细。神牛情急之下呢，就化作了一坨石头，这就是斗牛石。上边呢就是当年的那头牛，下边呢可能就是当时拴牛的那个木桩。下边这个石头比较小，它是连着山体的，但是上边这个石头呢，它是完全分开的。这个地方拴着一根红绳，而且这边是可以透光过去的，可能寓意当年拴牛的那一根绳子。这个斗牛石的高度超过4米，宽度也超过4米，有没有10吨重？大家从这个角度看，像不像一只握紧的拳头？很像啊。在这个大石头的腰部，也就是转拳头的地方，开凿有一个神龛，神龛的坐向是坐东向西，神龛内供奉着3位神仙，都是度了今生的。这个石头风化非常的严重，这个上边都是这样的龟裂纹，看去呢就像乌龟的背部一样。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这个石头呢在山顶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神奇，就像是人为放上来的一样。看一下大石头和小石头的接触位置都是有明显的缝隙的，那么所以说证明这上边的这个大石头它是跟下边的小石头分开的。这个上边刻有非常多的字，这一位叫曾永红。
这里有个叫周复志，这里有一个叫左文新，非常多的字。这里还有一个罗涛，这边有一个王娟，这边有一个向瑞还是什么字。整个石头的下方被来游玩的人刻了很多的字在上边。在这个大石头的顶部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圆孔，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原来就有的。这一处斗牛石呢是粉砂岩，粉砂岩是由粉砂碎屑组成，它是一种沉积岩。这个上边看着不明显，我们看下边这个小石头，从下边到上边，它的颜色越来越浅，这个分层也是非常的明显。粉砂岩是沉积岩的一种，一般都形成于河流湖泊，但是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这个地方是在山顶，它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亿万年前，这个地方是有河的，我们所站的位置呢，也是被河水淹没，可能在某一天涨了巨大的洪水，这个河水的冲击力就把这个大石头不断的向前翻滚，向前冲着走，正好冲到这个山顶呢，被这个小石头卡在了上面，河流的冲击力不足以把它带走，所以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裸露出来，形成现在的这个地质奇观。其实呢，在斗牛石的不远处就有一个湖，这个湖叫白鹤湖。每当傍晚时分，一群白鹤就在湖面飞来飞去的鸣叫，鹤鸣如歌，所以原来这一带叫鹤鸣镇。后来鹤鸣镇修了3座庙，文庙、莲清池、财神庙，人们纷纷到庙里烧香拜佛，所以鹤鸣镇又因香火旺盛而闻名远近。后来人们习惯把鹤鸣镇叫三庙镇。最后呢，跟大家交代一下来这里的路线。导航重庆合川区斗牛石呢，就能够来到这个山脚，走这样的步梯，大概10多分钟呢，就可以来到斗牛石的位置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现在我在泗水市的丙安古镇。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我是站在这个泗水河道的这个中间，这里就是古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边，它是有这个人可以踩过去的一个痕迹啊。应该是在这个枯水期的时候的话，大家是可以到这里来参观的哈。我不知道他们允不允许，反正我是下来走到这里来了。那么大家通过这样就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个古镇下边它是这个全部是石头，然后像这个地方有2根比较大的这个石柱子，我估计这个是以前这个人工去雕琢的吧，反正是非常非常的古老哈，看去的话。这个河边这条栈道呢，就是以前的运盐通道。大家可以看看这里丙安古盐道。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丙安古镇呢，就像是建在这个石头上的一座古城堡，它整个四周的话都是这种峭壁啊，下边全是这种巨石，所以看起来非常有历史和年代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是2河交汇的地方，非常之漂亮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前茶马古道的这个石桥，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边全部是用这么厚的这种石墩子给垒起来的，上边这个跨度这个也是一整块的这个石头啊，非常的厚。那么这个石墩的这个厚度，这个长度应该是有5、6米吧，看看。那么一块的重量呢，就能够达到这个5、6千斤哈，我评估。是怎么弄上来的呢？以前的人真的牛叉哈。这一座桥的名字呢叫双龙8墩桥，也叫做9孔18块桥。最初呢，它是修建于明代啊，清代乾隆年间呢。最后一次重修后保存下来，
整个桥的这个长度呢是32米，宽呢是1.66米。那么也是清朝至1959年四川进出遵义的官商大道。这个桥墩上面这2条呢是雕工精湛的石龙，一雌一雄，还有3条这个镇水兽，这2条龙啊，一边一个啊，中间一个啊，就是这3个。这里呢也被称为千年军商古城堡。鼎安古镇的整个主建筑群呢，都是建在这个河滩的岩石之上，因此呢，也被称为大石头上的一座城。那么也被说是这个1000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古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巨石都非常非常的巨大。那么上边呢就建的房子，看起来特别的险峻，有没有？现在我们就进入古镇里面去溜达溜达。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城门。你看，整个古镇它整个周围都是悬崖峭壁。这边就留的一道门哈，东门这里是。哇，看看这些建筑，注意看哦，全部是木质的建筑，都是悬空起来的。为什么这个地方也称为千年军事古城堡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周边都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啊，几边只留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门，所以你怎么可以攻得上来？大家看一下，走在这个铁索桥上啊，是一闪一闪的，胆子小的我估计你们不太敢走哈。看看我在哪里？我在贵州春操来了，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好多的人。你看那些台上全部是坐满了人，比赛的话应该可能还有1-2个小时才开始，但是他们全部都把位置已经占好了。因为你一离开的话，那个位置被别人占了，你就没办法了。这些座位的话，他是先抢到他就先得啊，不存在说谁固定哪个位置。我呢当然就不去抢了，主要是来这里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啊。你看哦，这里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你看这个场地上，大家都可以进来，只要他没有比赛，谁都可以进来。你要是那些专业的什么比赛的话，这种场地你基本上是下不来的，对吧？到这里来，它就是一视同仁，随便你什么身份，你到这里来就是一个看球赛的啊，就是一个观众，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对待。当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拉横幅啊，或者说卖东西啊，他们也是不管的，所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由化的这种体育精神的传递啊。这边是他们侗族的一些佛事，然后包括这个蜡染，对吧？就是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这些传承的好东西呢，都在这个春操的边上这里进行展示。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等等啊，所以到这儿来呢，你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哎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些
牌子上啊，都是各个村的那个队的队牌，好多个足球队啊。就光是上边挂的这些牌子啊，都有几十支足球队，厉害吧？这边真的是全民体育呀！大家感受到了吗？这个地方真的是气氛很好啊，人山人海。然后呢，其实大家到这里来呢，并不是说一定是来看球赛的。你看，看球赛的那一圈呢是人，但是在这里面外围很多地方都是走动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到这里来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哈，而且春操的爆火呀，也让榕江大量的进来了很多的人，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的酒店呀各方面呀都是接待不过来哈，所以说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酒店都是订不到的。你比如说我前2、3天就开始关注，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也没有订到酒店。而且在这里的话，你们可以免费的吃到很多的美食。它每个比赛的时候，哇，好像也就进球了。你看这个爆炸的声音啊！你们到这里来的话，可以不用吃饭啊，到这里来这个蹭吃的，因为他们每个村比赛的时候啊，都会把他们自己村的一些特色。包括这个好吃的东西哈，每个村比赛的时候呢，都有啦啦队在这里来助威。他们啦啦队呢，都是村里面的人，有年纪大的，有年轻的，有小孩，对吧？然后呢，会把他们村里面的美食都端着，跟着啦啦队呢，在这个操场边上转，你都可以拿来吃的，只要你要吃，他们都会给你的。比如说特别渴的时候，他还有这个西瓜呀什么的。所以说，大家到这里来玩，听到没有？感受的就是这种氛围哈。40块钱一根蒜，这是在我们乡村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谁要是到那个咱们新庄村来玩，这回有东西给你们吃了啊，烤鱼。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啊，下期再见喽，拜拜。啊？我喝多少一点呢？可能喝多。
云南贡山县丙中洛，这里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还被誉为人神共居的地方。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主要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所决定的。这里地处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自然环境优美，地貌复杂多样。怒江流经此处，形成了壮丽的怒江第一湾。丙中洛四周被碧落雪山和高黎贡山环绕，噶瓦噶普雪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样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得丙中洛成为了人们与神灵共享的美丽家园。丙中洛群众信奉祖先和自然神灵，在他们的信仰中山川河流都是自己的守护神。这里是自然景观石门过水，滇藏之门。这个村庄呢，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岛上桃花盛开，被人们称为桃花岛，美不胜收。丙中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了汉族外，还有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这里的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且相互之间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包容，使得丙中洛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特别是雾里村这个原生态的村庄，听着这个名字都让人感觉像个神仙居。我现在已经到了雾里村我后面呢就是219国道，下边就是怒江。那么进入雾里村呢，需要过这个悬索桥，然后到村庄里边去，因为它里边是通不了公路的。春暖花开真的非常的漂亮的村庄，也是非常原始的村庄。因为这里呢紧邻219国道嘛，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车停在这个对面，然后到这里来游玩一下，路途也比较近，走过来呢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走过来了。他们这个房屋的建造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是用整根的木料来进行毛榫结构的套牢，这样呢两边相互的套呢就套成了这个板壁。跟我们这个贵州的建房的风格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屋上呢都压有很多的石板，石板的下边呢是一层铁皮，它可能是为了把它压得更紧一些，预防呢大风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经受不住。本来呢我是说到村里找一些人家了解一下，但是他们年龄大的呢又讲不了普通话，没法交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阿姨她好像在家里带孙子，她也不太听得懂，所以没办法聊。后来呢我又到另外一家那儿呢，看到有个年轻人在外面打电话，然后有3、4个年轻人，但是呢他们看到我过去了之后呢，电话都不打了，直接就退回房间里面去，然后呢把门都给关上了。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也就没去打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竟然居住着5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家家户户都在种地、养猪、养鸡，这是别的地方无法看到的，也是人们来丙中洛必来看的地方。另外，丙中洛还是219国道自驾丙察察的起点。丙中洛是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3教并存的地方，一个村就有3种教堂，一家之中呢就有2种教徒。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悠久的历史，所以被人们誉为人神共居的好地方。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三盆镇这边然后大家看现在这个山下都是雾蒙蒙的，然后呢我现在呢准备到这个三盆镇竹林湾村这边去买点李子现在呢我已经到了竹林湾这个村庄，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些李子金灿灿的，是不是特别漂亮？大家看看这个李子的颜色，金黄色的，真的是非常漂亮现在整个雾都散开了给大家看看整个村庄的一个面貌。
我们去年是在下边这个老人家这里采的李子啊，今天再下去他家采一点。人不得哩，人的哟！你看，你看，这个老家认得我。哎呀，走啊，我掏点去吃。嗯。我哪看你那卖都卖完了那个枪？杨王就不是卖东西喽，卖么是卖东西喽，这样啊。哦。这样子卖好钱一碗？这样子才卖1-2块钱一斤了。这样子才卖1-2块啊？嗯。他要把银梨子掏到好些啊？还是要掏一些哈。我去年就在这个老人家这里买了一些李子啊，然后今年也是在他这讨个10来斤回去吃吧。今年李子不贵啊，去年3-4块，就批发都3-4块，今年的话批发是2块钱，零售大概是这个地方是3-4块吧。昨天我淘了一斤，你讲我这就是小姑娘，我这小姑娘不要紧噻，只要味道好。嗯，这个是泡完的都。都在动手啊，这个。我们才得第二再来淘。这种泡了的这种啊，才鸡真的有那种丰盛的味蕾。是呀。你们这边的梨子是要比其他地方是要好的。今年你们家的梨子是不是比去年要多1半包多到？我不知道。我们说多1半。多1半哈。去年理解了5块，一看淘个1-2半的，淘个5块少。5块少。我说正好事呢，淘好多都无所谓。咦，你最好不要包叔叔，年纪大嘞。我觉得第二场没淘，淘得到买，淘不到买。这好重啊！炒不出啊，不炒了嘛。不炒了，我炒感觉做的让你炒好吃的。大概好久了？1提3，估计就行了。多买成都是少嘛。好多钱啊？这那个40块钱。那20块钱嘛？这个我他大家都是14。你卖的卖3-4块钱，我这个拿20块钱我都赚了。没得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的乐里村，在这个地方呢，发现了一座200多年的古石拱桥。在我们贵州呢，这个石拱桥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对吧？但是这座石拱桥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它的桥正下方呢，悬挂有一把2米长的宝剑，已经锈迹斑斑。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座古桥的下方悬挂一把宝剑呢？我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前方呢，就是这个石拱桥啊，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座石拱桥呢，有200多年的历史哈，据当地的村民讲呢。然后其实我也看了好多的石拱桥，但这一座呢，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哈。它整个桥底座的横向长度呢，目测有5-6米啊。在古代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呢，现在在造桥技术这一块呢，被称为基建狂魔。其实殊不知哈，我们在200多年前呢，已经是基建狂魔了，是吧？像这样的造桥技术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堪称奇迹啊。那像这样的桥呢，没有个2-3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建造不出来的。现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用水泥啦，对吧？
那么其实在古代呢，像这样的桥呢，它是没有水泥来作为粘合剂的哈，那么就是用糯米啊、石膏啊等等一些来作为粘合剂呢，来这个衔接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这种缝隙。我们从这个整个桥的外观呢，都可以看到很多灰白的这种痕迹啊。这个呢，就是糯米加一些泥土啊，包括石膏等等来作为粘合剂的一些痕迹啊，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的放大呢，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桥下呢悬挂的这把宝剑，已经是锈迹斑斑了哈。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桥下悬挂一把宝剑呢？我也查阅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啊，最多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斩龙剑的一个说法。那为什么称之为斩龙剑呢？就是相传呀，这个蛇呀，通过很多年的修炼之后呢，会变成蛟。那么蛟呢，它再经过很多年的修炼呢，它会变成龙。那么它就要入海，对吧？那么它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入海呢？它就要通过江河呢进入海洋。它在过这些桥的时候呢，它会抬头啊，它一抬头呢，就会把这个水呢给堵住，那么就会淹没到周边的一些村庄，就会给村民呢带来一些灾难。那它在这个桥下悬挂这么一把宝剑呢，就促使呢这个蛟龙呢它是不抬头，因为它抬头呢会划伤它，对吧？所以呢是这么一个传说。那为什么这一把宝剑在这个地方悬挂了100-200年，而且已经锈迹斑斑了，却没有人把它偷走或者取走呢？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些说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像这种宝剑呢，它也就是那种铁来打造的，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经济价值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把宝剑呢，它是保一方平安的，那么也就是说道士啊在这个上面有施过一些咒或者法之类的，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呢道义有道嘛，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并不值钱，第二一个呢，它有一些玄幻的一些色彩，所以呢说实话，即使是你是小偷呢，你也不敢随便来取这把剑的，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关于这个石拱桥下悬挂这个宝剑的一些说法哈。你有什么更好的说法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梅潭县的石莲镇，就是2个月前吧，我跟大家拍摄了一个村庄，就是这边呢叫黎明村。那么他们这里有2000多亩的这个茶叶，老百姓种的茶叶，然后没有加工厂，所以呢导致当地老百姓卖这个茶青都卖不出去。他们自己加工茶叶呢，很多人又不会，所以说种茶好多年了呢，其实老百姓也没什么收入啊。我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湖北的一个大哥呢，他就过来这边考察了，然后呢就筹备在这边办一个加工厂，跟我们这个视频中出现的郎大哥他们2个一块儿啊。而湖北的这个大哥呢，本身就是从医的，而且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次疫情呢，他也是做出了一些贡献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人心。那么到这儿来看了之后呢，他就决定来办这个厂。那么通过这1-2个月他们2个人之间的来回协商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定下方案了。我从遵义下来开了100多公里的车呢，就是来见证一下他们签合同。现在呢，我就到这个大哥家里去啊。朋友们，我已经到郎哥这里了，他带着我先到这个山上去看一看这个茶山，然后呢回去再看一下他的场地。合同签了吧，签了这个事情就可以开始做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刚修剪过的是吧？这一茬是你的呢？不是。这边有一个山头了我的。这一个山头大部分是你的哈。这我刚才这个叫我上面。哦，你这片草真的管得好，剪得平平顺顺的，看起矮完。管茶嘛，这边基本上是这个。就你在管哈。真的平平顺顺的，你看这个草。前面这个房子呢，就是郎大哥家的，他这个厂房呢就准备建在这个边上这一块空地这里。那么这一块空地大概有600-700个平方，
差不多已经够大了哈。哎，老哥，你这里是有好多平方啊700多。 ？700多哈。你厂房准备建好大呀？厂房预计大概是在500个平方左右。预计建500个平方哈。你那个小那个楼建都要拆了哟。那个要拆。哦，反正啷个建你都全部想好了噻？这个肯定是想好了。哎，都已经准备了1、2个月了。这个月就要开干了。整到几号了呀？应该是这个月。这个月开干了。这个月是必须干的。是。它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交通的，然后下边呢就是大马路。那么从这个房子后边呢也有一条公路过来，毛的公路。它的这个房子的面积有200多个平方，加上这个院坝呢，应该是有500个平方左右。然后它这边这一块空地呢，有大概700个平方，它算过了哈，所以这个面积是非常够用的。就像是抓甩锅的时候，你给它要是死的，抓得不好它抓出来就是软的，然后你它特别是做毒药的时候，或者水片，你抓出来它是软的，然后你它出来就是全抓的。哦，它受的不均匀。哎。嗯。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合同签了。我跟这个狼哥2个人签了之后呢，把这个3份合同全部寄到湖北那个黄哥那去了。寄到他那儿去，然后他签了之后呢，这个协议就算成了，然后就开始筹备建厂的事情了。都行，你他是甲方噻，甲乙丙的嘛。对。你写乙方，我写丙方。好。这个茶呢，就是刚刚咱们做的茶叶，我感觉非常不错。好多朋友说想从上一个视频之后，好多朋友在联系我嘛，说想弄一点这个茶叶喝喝，但是他一直没有功夫做嘛，一直在筹办建厂的事情，所以呢，还得半个月左右吧，才能做个几十斤，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弄一点喝喝，先尝一尝这个夏天的这个茶。车内温度为您降低了9摄氏度。朋友们，现在我就回遵义了哈，那个合同也签好了，就他们接下来呢就是开始筹办厂，而且呢那个狼哥跟我说，他那个土呢已经动过了啊，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看一个日期是吧？已经动过土了，基本上是很快就马上就要开始建厂。现在呢我就要赶回遵义去啊。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到遵义得2个多小时呢。好了，这一期视频就给朋友们介绍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又在这个山里面，大家看这里有条毛的这个公路通进去，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住人。看这个模样，好像没多少人走这条路啊。我们进去看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电线杆是拉上去的，那是不是上面就应该是住有人呢？走上去看一下吧。这又看这个模样，又好像已经没有人了哈。这个路上看不出有走路的这个痕迹啊，这不是浪费钞票吗？路挖这么宽，又没有人居住在这里面。我们这边的木房子啊，大部分都住在山里面。你明明看到这里有条路上来，但是你不走近的话，你是看不到有没有房子的。又是无人居住的房子啊。这个是一个老古董的水缸。就这一户啊，你们看还有些茶叶哈，它这个后面好多茶叶，无疑是以前的那种老茶叶。看这个房子，后面那些大家看看都是茶叶啊，有点太破了哈，这个房子有点破了。因为上面的瓦没有弄，可能一下大雨的话，它这个会漏雨的。我没搞懂它这个路挖上来为什么哈？起码挖这个路上来，起码也是花1、2万块钱吧。房子呢也没有进行改造，包括那个瓦呢也没有弄一下。基本上一下大雨的话，这个下面就会很湿。那么木房子大家也知道，就是一旦下大雨的话，经不住淋的，可能就是1、2年就会坏的特别厉害啊。可惜是可惜，但是也没办法。它这个位置倒是非常好，大家可以这样看一下，它这个房子后面呢是有一个小山堡的。那么，左边它这个左边有山，是吧？前方呢视野比较好，但是这些沙树呢挡住了一点啊。然后右边呢也是有山的。看一看，就是它这个，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左边的山和右边的山基本上是对应的，是不是？是不是啊？左边的山和右边的山基本上是对应的，一边都是3个小山堡，然后后面呢就是靠着一个小山堡。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但是我走到它这个位置呢，总感觉这个位置啊，就是非常阳光的那种感觉。这个位置怎么样，朋友们？有懂风水的朋友说一下。感觉这个位置风水不错啊，真的。在贵州关岭县的大山深处，眼前这条漂亮的河流叫做打帮河，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20公里处。天气的干旱使得水位变少，河滩裸露。在这个河床上啊，我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石孔洞，大小不同，深浅不一，规则迥异，甚是壮观。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片漂亮的河滩，走，我们一起下去看一看。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一片河滩的中间啊！哇，吹着河风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看到没有？我的眼前这里就有2个小孔洞，
就好像我用脚踩的一样，不过这个是圆的。在这个河边啊，这个风是非常大的，整个河风一直都是呼呼呼呼的吹，真的非常美啊！在这个峡谷的河边，这个水呢就像那个绿宝石一样的啊，这种颜色非常之漂亮。这一片呢就属于正常的一个河滩，看到吧？水流从这里冲刷过来，那么不规则的孔洞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上面那一片儿。这一片的话，感觉还不是太明显啊，主要是在上面那一段。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一片孔洞，看到吧？这是一整块石头，然后呢，中间有这种条形的。有这种是吧，像一个鸟蛋形的，有这种圆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反正整个河床上的这些石头上呢，都是这种各式各样的、规则不一、大小的这种孔洞啊，非常的多。你看，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呢，这里面还生长出了很多的鹅卵石啊。当然，这个石头呢，也是涨大洪水的时候从上游呢不断的冲刷下来，积累在这个孔洞之中的。我们继续到上面去啊，上面有非常大的一片，这个孔洞啊，深一点的可以达到好几米啊，它的直径的话也有好几米宽。哦，那里有个百合。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若干年前这个上面的水铺天盖地的从这个地方倾斜而下，哇，那种震撼的场面啊，现在都感受不到了，是吧？就看到这些裸露的这个河床。来看一下这一片河滩，非常漂亮啊，全部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岩石孔洞，非常之漂亮，非常之震撼。这一整片都是这样的。一直从这个地方往上游走，有5-6公里的地段啊，都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景象啊。整个河床就是坑坑洼洼的这种成千上万个这种孔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几百万年前这整个河滩它可能是平整的，没有这么多孔洞，那是受到什么外力的情况下，从空中有东西砸下来，将这个地方砸成这些不规则的孔洞的。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呢，当时砸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不规则的，然后经过数万年的这个河水冲刷呢，慢慢的你看这个边上这些就看得比较光滑了，是吧？整个河滩整个河床，你看那些石头都是表面都是光滑的，那就是数万年的这个水啊不断的冲刷，把这个石头的表面呢冲击的比较光滑。那么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孔洞叫什么呢？叫做冰臼。那么这个冰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300万年前呢，整个贵州都是被冰川所覆盖，
那么这些孔洞呢，就是上游的冰川融水流过来，从这些缝隙中掉落下来，将这个河床砸出来的这么多孔洞啊。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朋友们啊？实际上，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原来的河床，但是在我的上层呢，是整个冰川覆盖的，也就是我站的位置和冰川之间这个夹层是一个镂空地带，因为这些地方呢是峡谷啊，上层全部是冰川。地球的变暖呢，就让上层山顶的冰川呢就开始融水，夹杂着一些这个冰碎呀、冰锥啊这些冰渣子，对吗？然后它流入这个峡谷的时候呢，因为不断的这个冰川融水冲击啊，中间这一层的这个冰川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裂缝，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山上的这些冰川融水流过来呢，就通过这些缝隙呢砸向地面的河床。这个高度可能有10米、20米，甚至几十米，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到底有多高的高度，但它砸下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不断的砸呢，就将这个河床砸出了这么多不规则的孔洞。当然，这个下坠的时间可能是持续了上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啊，并不是一朝一夕砸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这样讲，大家理解了吗？滴水穿石的这种概念哈。我相信啊，当时这个地方形成这种冰臼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难看的，没有现在这么光滑。又经过了数万年的这个河水的冲刷呢，才把这些石头的表面呢，包括这些坑洞里面啊，都弄得非常光滑，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啊。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几百万年前的地质变迁，加上现在的河水干枯、河床裸露，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片绝美的河滩，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贵州发现了一片类似于火星球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铜仁松桃县的腊尔山红石林。据说是2015年，当地村民准备在这里开山种植红枫树，无意间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丹霞地貌。这一片神秘的石林呢，大约形成在5亿年前，那个时候这些地方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的不断运动呢，形成了这么绝美的奇观。5亿年前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现在呢，我已经置身在这片红石林之中哈，带你们到里面去转一转。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是不收门票的，车子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广场的。那个地方有一片呢，我就不过去了。我脚下这一片呢是比较大的，给大家来环绕一下。然后这里一直延绵过去，整个山头上都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奇特，红石林是置身在山顶之中，但是它竟然有水，这个地方有水，然后前方那个地方又有一个天池，所以这就是地质的一种奇观吧。这个山顶上哪儿来的水？而且现在天干了这么久了，竟然还有水。我们穿梭在这个红石林之中去啊，给大家看一看细节。你在这一片红石林之中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奇异景观，有些看去就是层层叠叠的，像什么呢？像那个灵芝，对吧？一层一层的。有一些呢，感觉又看着像一些外星飞船啊。反正只要你能够善于观察呀，我发现这个上面有非常多形象的东西，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这一片红石林啊，在我看来呢，更像是这个海底的泥沙。大家知道海底的话，它实际上是有暗流的，所以这种奇形怪状的一些形状呢，应该是当初在海底呢，它就是这个形状。但在很多亿年前，这个地球突然倒转过来，海洋变成陆地，陆地变成海洋，那么海底的这个泥沙呢，它就保持了那个形状呢，突然凝结。对不对？然后再过了几亿年前，那我们当地的村民呢，正好就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泥沙啊，并不是那个石头。我们来
摸一下就感觉得到哈。你看这种的话就比较硬啊，它已经淘出来之后，外边这个风化了几年。你像这个下沿的话，它实际上都是泥巴哈，一刨的话就会松散开来。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整个所有的这一片东西呢，以前在海底呢，它都是泥沙，只不过呢，在海底暗流涌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被看到的时候呢，海底都已经是这样的形状了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考古专家可以说一说啊。正前方这个像不像一艘飞船？真是太漂亮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非常的奇特。我们真是感觉在外星球啊！咱们现在看去这一片红石林呢，它可能没有刚刚下雨过后那么红，这种丹霞地貌的感觉。我相信下雨过后会非常非常的红，非常非常的美。那么老百姓在挖这一片红石林的时候呢，我相信费了太多的功夫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没有收门票啊，我觉得应该是收一点门票，你们说是不是啊？要把这些红石林全部把它挖裸露出来呢，我相信当地的老百姓应该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因为像这种地方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机械作业，对不对？只能是手工啊、锄头啊来一点一点的挖。你看，把这些缝隙啊都慢慢的给它淘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种火星一般的这个地质奇观呀。要感谢当地的老百姓。好了，朋友们，这一片如火星般的红石林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和震撼。如果说你有幸到贵州铜仁来玩，那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打卡一下，因为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尤其是你喊着自己的女朋友啊什么的到这里来拍照，随便拍一张都是大片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赤水的深山里边，我们沿着一条小小的公路呢往峡谷里面开。开到这个地方呢，就开不动了。在这个峡谷底部呢，这里环境真的如世外桃源一般，太漂亮了。置身于这个竹海之中啊，这一片全部是竹海。然后这里的土地呢是红色的，石头也是红色的，就是赤水的丹霞地貌嘛，非常的漂亮。在这边呢，发现有一户人家哈，在这个位置啊，那么门前的地呢，我们从那儿过来看到很多地都是种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边都是高山，那么这里有一条小水沟流下来，这边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大家看看，这个石头都是红色的，然后泥巴呢也是红色的，然后这里呢水呢从这里流下去啊。我呢现在是要从这里小楼梯、小梯子上去，然后呢这一户人家在这个竹林的后边。诶，这家还养了好多的这个鸭子，咿呀咿呀哦。哎，这是黑的。然后这个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部都是用的这种红石头，是吧？全部都是用的红石头啊，这个房子。那大家喜欢的这个竹林，你们看一下哈，后山全部是竹林，它不是后山哈，所有的地方全是竹林。整个山上峡谷全是竹林，大家看一下，是吧？整个山上转一圈全部是竹林。这里呢就有一家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房子，大家看一下，全部是这种红石头，用这个毡子打了之后。然后砌上去的，这个不是砖哈，你们可以看一下，都是很大块大块的这种石头砌的房子，看看，特别的漂亮。
那后边那儿呢，因为可能烧火烟熏了啊，比较黑。这个真的壮观。然后这边这一片是土墙房，那这个土墙房呢，就是全部是用泥巴一层一层的这样压上去的，这个是需要技术的哈，这个是需要技术才能做到这个程度的。我们看这个边上就能看到，中间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有竹子，看到没有？它是一层一层的用那个木锤来这样砸紧了之后呢，把这个泥巴砸紧了之后呢，就铺一层这个竹片。然后再把这个，它是一个木盒子来关起来的。那么再把木盒子往上移一层呢，然后再把泥巴放进去再砸，砸完之后呢，再把木盒子往上移一层，这样一层一层的移着上去的。那以前的土墙房子呢，就是这么建造的，非常古老的一栋石头房子。而且赤水丹霞这边呢，它又是这种红土地、红石头，所以你看起来会。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有人在家没有？坐下。有人在家没得？我敲门也没有人，因为我现在是在他这个房子的后边，到不到前边。这都是养的一些小鸭子。这一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我不认识啊。哇，这是厨房，人到哪儿去了？大家看，这个是厨房，然后他们这边喝的水，它都是差不多是这种颜色的。为什么哈？它主要是要经过这个红土地，然后红石头，然后呢才是这个水，但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矿物质。比如说你们看到的这个赤水河，它为什么基本上都是昏的？它就是因为赤水河的沿途两岸呢都是红土地和这个红石头，那么它水自然就会带那些东西，它就会是那个颜色哈。大家看这个就是灶头，是吧？这里还烧着水呢，这个主人家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这边有那么多的柴，这里有放了一个就我们这边烤火的炉子，大家看这个菜板都是放在这里的。这个是用竹子搞的来刷锅的，我告诉大家，这种竹子应该是金竹，这种竹子搞来刷锅呢，也就是锅里面沾有油，你也可以用稍微开一点的水就可以直接刷掉，把油刷掉哈。洗洁精都不用都可以。但是这个主人家在哪里去了呢？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倒回来，然后这里有一条小道，上去看能不能绕到他的这个房屋前边去啊。天哪，他家的狗在下面那儿跑上来，在那个房屋面前，在那2、3个狗在那叫，吓得我。我过去看一下，我要带个东西，不然狗来了麻烦。看着那狗在那咬，不敢下去。大家看这一家非常的勤劳，下面这么多土地全部是种起来的，还有这个农田，这个地方不缺水啊，赤水丹霞到哪个地方都不缺水。看看这个房子，我现在是在正前方看到，但是有2只狗在下面，我真的有点害怕啊。主人也不在，没有听到主人的声音，然后就看到2只狗在那汪汪汪一直叫，我走在这里我都进退两难。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非常的古老，而且建造工艺也比较独特。整个房子全部是石匠把那个石头削成一块一块的这个长方体的石头，然后呢像砖一样这个砌上去的，非常的古老啊这个房子，而且很漂亮啊，都是红石头来砌上去的，特别壮观嘛。喊了一下没有主人家在啊，
我到这个房子前边呢也去不了。我看一下从哪个位置可以到它前面去看一下。这个是在它这个房子的这个后边，那地方呢也有在那里煮饭，还有那个锅呀什么的都有在那里，但是主人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看一下什么地方可以绕到它前面去，可能在这个前边干活还是干嘛的。哎呦！老杨，你做啷东呀？豆，耶，豆豆儿要吃的喽。哦，卡耶哟。你要做人吗？啊，搞事的。他现在500多，咱就跑我都没做了，哦，我们在这儿说呀。啊，你阿家啷个过去飞？哦。啊，你阿家？俺家在屋里吗？没在屋呢。全部走哦，还在过，要么80了，咱也在屋子。要买80了。哦，俺这照片给我们说好钞款啊。好钞票。哦，咱看照片狗都在屋子，咱照片给我们说。啷个到他家去啊？哎。到他家进过去不到。你说在这狗子，咱有2个就是找大家跟那野狗儿过去，俺条路灯断了，说挖通路啊，你跑到不等收，我跑到不等收。要是这通路我就跟那话去，知道这个呢？你说俺到狗有到野狗儿弄垮的，给野狗儿过去。哦。俺有2个就是大概长到这个嘛，俺打去到门口去。你从咱这过去在他门口。哦，我看是了。有对狗哦。我晓得。哦，你从咱这家过狗还得吃得到。哦，要得。我啷个刚刚拿起要怕他这狗。天天还多给你说。要得。要得。嗯。